霍一娟曾听说过这样一种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之所以能获得胜利，被功于3个发明。第一个发明叫原子弹，它的出现使日本的1亿玉碎化为泡影；第二个叫雷达，那号称战场的千里眼顺风耳，它的出现让格林的空军屡屡碰壁，让山本56的联合舰队无处遁形。而第3大发明，则是本期节目的主角，半个世纪热兵器战场的万能神药青霉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它的故事。在青霉素被发现之前，让受伤士兵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药物叫做磺胺。磺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抗菌药，由1战时期的德国军医细菌学家贾格哈德·多马克在1933年发现并研制。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军医韦德中枪倒地后，士兵们第一时间往伤口撒上了几包粉末。在美剧《兄弟连众》，温特斯中尉臀部受伤后，也在包扎之前将一种粉末撒了上去。2战爆发后，磺胺把无数伤员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只要士兵没有被子弹或破片伤及要害，在伤口迅速撒上磺胺粉，大概率就能捡回一条性命。然狂啃引起的过敏、中毒以及导致结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更重要的是，白色类药物只对新鲜创口有所疗效，被弹伤口感染，磺胺也无忌可。在20世纪初之前，但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也只有47岁。造成这一结果的，都是诸如天花、霍乱、白喉和肺炎等没有任何治疗方法的传染病，以及伤口感染引发的炭疽，这些都会夺取人类的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1000万士兵中，爆挂弹、子弹或毒气的人数仅占据4成，其余6成通常是死于弹片擦伤和损伤导致的感染。弹药爆炸后，位于核心区域的人员会立刻死亡，衍射破片则可以辐射战场更广的区域，对敌人造成尽可能多的轻型损伤。这样一来，敌方必然要投入至少1名医疗兵来治疗伤员，行军速度会大幅度降低。以上只是其一。2是弹药破片造成的开创性伤口会引发致命的细菌感染，万生坏区域，致使感染者最终不治身亡。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研发大口径弹药时会特别强调破片杀伤的核心逻辑。1942年3月，33岁的美国女性安妮·米勒在纽黑文医院昏迷不醒。1个月前，她因流产患上了败血症而病入膏肓。在康涅狄格州医院住院期间，安妮的体温有时会飙升至41.1摄氏度以上。医生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从磺胺的药物到输血，几乎都不起任何疗效，她根本没法治愈。绝望之下，医生给安妮注射了一针正在实验的药物。1夜之后，奇迹发生了，安妮的体温在第2天平稳地降了下来，甚至在1天后，她开始尝试着起床进食。这一成果在此前所有的临床医学实验当中，都算是一项奇迹。拯救她生命的神奇药物，是当时几乎不为人知的物质。青霉素可就意味着，在2战最为激烈的时刻，受伤的士兵们终于迎来了摆脱感染的有效疗法。时间回到1922年5月1日，这一天，有人在英国皇家学会生物科学会刊壁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在组织和分泌物中发现的显著细菌溶解元素的重要报告》。报告的开头内容为：通过这篇文章，我希望大家对一种存在于人体内的组织和分泌物多加关注。那种物质具有类似于发酵物的特性，可以迅速溶解某些细菌。我将其称为溶菌酶。下面的整个交流过程，我都会以此名称来称呼它。这篇报告的作者是英国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他所提及的溶菌酶是在一位患有急性鼻炎病人的鼻涕中所提取的。后来证明，这位病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因为在他的一幅培养皿草图里附有一张小便签，上面写着从 A.F 的鼻子中分离出的葡萄球菌。当时在圣玛丽医院里，名字首字母为 A.F 的我弗莱明没有别人，我就是关于鼻涕来源的所有证据。不管怎么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伯恩特尔西有鼻涕掉在实验室的细菌培养物上，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艾迪鼻涕也在培养物上被菌开始死亡，这一微观的现象在平常人眼里几乎不会被察觉，但是弗莱明一眼就看出了异常。他发现鼻涕周围呈现出了和其他区域截然不同的透明圆圈，门外是一个不透明区域，表明这里有细菌正常生长。这一现象表示，围绕着粘液的这片区域为灭菌区，但是此前不会有任何人会对细菌培养皿做杀菌处理，这显然违背了实验室的流程和制度，更违背了常识。弗莱明的第一直觉告诉他，这团粘液有问题。接下来，弗莱明用原本在盐水中培养的细菌形成了一片黄色悬浮液，然后又在其中加入了新鲜鼻涕粘液。2分钟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原本覆盖着一层黄色漂浮物的液体开始从鼻涕为原先缓慢消失，直至最后变得完全清澈。在接下来的5-6个星期里，安宁的团队用人的眼泪
按软骨、血液、精液、卵巢囊肿液、脓液和蛋清进行了进一步测试，结果表明这些物质中自然都含有溶菌酶，但是仅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有效。同年12月，弗莱明在医学研究俱乐部报告了他的发现，4年又在皇家学会会刊进行了学术论文。弗莱明在俱乐部报告中不详细描述了溶菌酶的特点，那由于这种酶仅对少量无害细菌有效，二料潜力小，当时并没有人对他所讲的内容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人进行讨论。和在俱乐部演讲时的境遇一样，弗莱明第2年发表的论文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因此弗莱明的一个喷嚏打出青霉素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准确来说，应该是弗莱明的一个喷嚏打出了构成人类先天免疫系统一部分的抗菌蛋白。辟完谣，咱们再说回青霉素，那些已经被发现以及尚未被发现的元素一样，过青霉素一直存在于自然界当中，比如埃及、希腊和印度，许多古代文明都独立发现了真菌和植物在治疗感染方面的有效特性。例如橙子或者玉米长时间放置后产生的霉菌，然而古代医生无法准确的识别或分离出这些生物中的活性成分。上个世纪初，生物学从已上发霉的植物中发现了青霉菌，但是仍然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是青霉菌抑制了细菌的生长。1928年，弗莱明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工作期间，主要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物生长的变化。8月，弗莱明与家人在乡间别墅里度过了整个暑假。欧麦克隆开实验室之前，他在几个培养皿中接种了金黄色葡萄球菌，避开阳光直射后，把这些器皿放在了一个角落。等他返回实验室后，发现其中一个培养皿的盖子敞开，培养物被蓝绿色的霉菌彻底污染了。和几年前一样，弗莱明发现在被污染的坛子中有霉菌的地方显得非常干净。出于职业的敏感，他马上就行了成分实验，结果证明正是这些长了毛的霉菌杀死了周围的细菌。弗莱明对培养物进行拍照，取了霉菌样本进行鉴定，确定霉菌样本很可能来自于窗外的某种孢子。在接下来的4天里，他对样本又进行了重复实验，不利效果与他最初发现的相同。在对不同细菌进行测试后，弗莱明发现霉菌不仅能杀死某些革兰氏阳性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和白喉杆菌这些细菌也在霉菌的绞杀范围。1929年5月10日，弗莱明从霉菌中成功提取了霉菌汁，并将其命名为青霉素。随后，他就将他的报告递给了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并在次月的期刊上发表。这篇文章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弗莱明本人也不确定这个发现对于医学有没有意义。梅瑟死之后，人类对于青霉素的研究和应用全面进入了停滞状态。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院，恩斯特·鲍里斯前博士偶然间发现了弗莱明1929年发表的那篇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的论文。他随即向学院的主管教授、澳大利亚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建议重新启动对微生物产生的抗菌物质的研究。1939年9月，学院实验委员会拨款250英镑用于启动该项目。就这样，钱恩和弗洛开始了他们为期3年的青霉素实验。霉菌需要空气才能生长，因此培养霉菌样本就需要一个表面积较大的容器。最初他们使用侧放的玻璃瓶，后来发现便盆更方便，再后来干脆用较大的瓷器。当霉菌数量达到一定数值时，下一个阶段是提取青霉菌中的关键成分。牛津大学的霍华德·弗洛里团队发现，青霉菌提取物能杀死不同的细菌，比如鳞球菌、囊膜炎球菌、链球菌、葡萄球菌、炭疽杆菌、放线菌和伤风杆菌和坏疽。我们观察到青霉素既不是分解细菌的酶，也不是杀死细菌的防腐剂，相反，它是一种干扰细胞分裂过程的化学物质，对人体的胞细胞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不会阻碍人体对细菌的天然防御能力。研究团队还发现，对当时第一种也是唯一有效的广谱抗生素磺胺类药物不衡，霉素不会被农业破坏，也不会影响组织细胞的生长。这些发现对于当时的人类医学来说，都是堪称跨越式的进步。团队随即向学院报告了青霉素分离方法的细节，并提出了大规模提取方案。方案获批后，在实验室开始使用数千个大型玻璃发酵容器来生产青霉菌。到了1940年3月，不仅团队收集到足够实验的霉菌提取物，也就是成分不纯的第一代青霉素。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弗洛里团队以大鼠、小鼠、兔子和猫为实验体，进行了初步的摄入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口服方式时，青霉素会被胃酸破坏，但采取注射方式是有效的。注射进血液的青霉素会大量且迅速地以原型从尿液中排出，不会产生任何中毒现象。卢菌分析过后，1940年5月25日星期六上午11点，弗洛里团队给8只老鼠注射了一种强毒链球菌，然后又给其中4只老鼠注射了青霉素溶液。那4只老鼠被分成2组，
其中2组依次注射10毫克，另外2组定期注射5毫克。到了周日凌晨3点30分，4只未经治疗的老鼠都死了，而接受过治疗的老鼠都还活着。虽然这4只中有1只在2天后也离奇死亡，但是其他3只都顽强地打败了强毒链球菌。这一个结果足够令人兴奋。星期一，弗洛里又用10只老鼠重复了此前的实验，那一次所有接受治疗的老鼠都活了下来。星期二，弗洛里和他的团队又对16只老鼠重复了实验，这次依旧是给老鼠注射了不同剂量的青霉素，结果依旧是对照组的老鼠全部死亡，被受治疗的老鼠全部存活。就这样一直实验到7月1日。在此期间，虽然大多数接受治疗幸存下来的老鼠开始陆续死亡，但至少证明青霉素是有效的。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弗洛里以及团队使用不同的细菌，对50或75只老鼠一批一批地进行了实验。这一过程，他们偶然发现青霉素对葡萄球菌和气性坏菌也有效。1940年8月24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由7位共同作者署名安慰青霉素作为化疗剂的文章。文章明确表明，青霉素在体内对至少3种体外抑制的生物体有效。这篇论文当时虽然没有引起轰动，但却吸引了首次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1940年9月2日，弗莱明拜访了弗洛里，弗洛里和钱恩带他参观了生产、提取和测试实验室。弗莱明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更没有对弗洛里所做的工作表示祝贺。为此，牛津团队的一些成员甚至怀疑，弗莱明仅仅只是想从中捞取一些功劳罢了。那是未来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首次3方会面。除了弗莱明，牛津团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还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马丁、亨利、道森、格拉迪斯、霍比和卡尔迈耶的注意。他们3人受到启发，复制了牛津团队的研究结果。1940年10月15日，纽约市长老会医院的2名患者亚伦·阿尔斯顿和查尔斯·阿伦森接受青霉素治疗，成为美国第一批接受青霉素治疗的人。1941年5月5日，在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举行的美国临床研究学会年会上，哥伦比亚研究小组公布了他们对4名患者进行青霉素治疗的结果，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要切实的牛津大学该名团队也在寻找用于人体实验的志愿者，他们显示找到了一位身患癌症、濒临死亡的牛津女性埃尔玛·埃克斯。1941年1月17日，该名团队给给克斯静脉注射了100毫克青霉素。埃克斯的体温历经短暂升高后迅速回落，除此之外再无不良反应。接下来是一名牛津警察戴布特·亚历山大，他面部感染严重，感染了链球菌和葡萄球菌。同年，他嘴角的一个小溃疡致使他的整个脸、眼睛和头皮红肿溃烂，最后不得不摘出一只眼睛来缓解疼痛。弗莱明团队为亚历山大注射了200毫克青霉素，为后每3小时注射100毫克。注射青霉素1天后，亚历山大的面部肿胀开始恢复，体温也有所下降，化脓伤口的分泌物更是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仅过了不到2天，亚历山大的右眼就恢复了正常。然而此时的实验室已经没有可足够的青霉素帮助亚历山大完全康复，研究人员不得不从他的尿液中回收青霉素再次提纯，但这还是远远不够。但5天后，由于青霉素剂量不足，亚历山大病情复发，直至去世。关于这次经历以及生产青霉素的困难，弗洛里将重点转向治疗儿童，儿童可以用较少剂量来治疗。随着欧洲在战争中越陷越深，世界各地的生物或者医学实验室都陆续得知了牛津实验室的青霉素研究成果，并开始向其索要样品。对此，弗洛里和他的团队非常小心，没有把任何样品寄给德国科学家，因为当时的德国，无论是士兵还是科学家，都在为支持纳粹的战争而努力。当英国遭受闪电战轰炸时，弗洛里和他的团队成员为了实验结果不被破坏或泄露，不惜将霉菌涂抹在外套上。他们知道孢子会在织物上存活很长时间，如果有研究人员被俘或不得不匆忙出行，他们就可以随身携带提取并重新培养霉菌。英国制药公司有意大规模生产青霉素，但战时对其他药物的需求让他们不堪重负。在此大环境之下，弗洛里不得不向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出求助。当时尚未参战的美国拥有比英国多得多的制药公司，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能力无疑会更强。最终，弗洛里与基金会达成协议，他的团队向美国人分享生产青霉素模具。2月回到，美国人要回馈给弗洛里团队1公斤青霉素，要帮助弗洛里完成对亚历山大等患者的人体试验。1941年7月2日，弗洛里和经历危险的旅程，外开了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顺利抵达纽约。1周后，弗洛里到了美国农业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北部地区研究实验室。外交部门负责人罗伯特·科克希尔同意帮助牛津大学，条件是弗洛里团队的重要人员组成。希特利要留在皮奥里亚，帮助他们进行青霉素霉菌的培养。据弗洛里博士外套里的霉菌记载，弗洛里把希特利留在皮奥里亚，然后走访了美国制药公司，希望说服其中1家或多家公司酿造培养液并提取霉菌。
以便为他的实验提供足够的产量。同年秋天，弗洛里成功说服了查尔斯·辉瑞公司、比莱公司、默克公司和其他制药公司参与该项目。然后他返回牛津，等待他那1公斤的青霉素。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舰，也改变了青霉素的研发进程。由于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危在旦夕，青霉素对美国制药公司来说，从一种科学幻想瞬间变成了一种医疗必需品。珍珠港事件发生10天后，制药公司开始加大青霉素产量，以支持战争。一些公司尝试使用一种名为深槽发酵的工艺，从霉菌中提取药物。他们没有像希特利在牛津做的那样，用便盆和罐子来培养霉菌，并从顶部提出青霉素，而是尝试将霉菌进入深槽中发酵，以产生更多的药物。这是一个重大突破。1942年，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研究员安德鲁·莫耶带领美国农业部皮奥里亚实验室，在腐烂的水果上发现了一种更有效的青霉素霉菌。这种霉菌可以在发酵提取过程中保持活力。于是安德鲁·莫耶每天都会派助手玛丽·亨特去当地市场寻找腐烂的水果或任何有真菌生长的东西。玛丽·亨特由此也获得了发霉玛丽的绰号。发霉玛丽曾经在一种哈密瓜上发现了一种非常强大的霉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霉菌成为了世界上生产的大多数青霉素的祖先。1943年全年，拜迪尔弹计划研制核弹之后，窝裂素生产成为陆军部的第2大优先事项。1943年7月，当时生产委员会制定了将在欧洲作战的盟军广泛分发给霉素库存的计划。随后，科学家们夜以继日的工作，为诺曼底登陆这个最终的目标做准备。1943年4月5日，英国战时内阁也成立了青霉素委员会。委员会由设备总监塞基尔·维尔、亚历山大·弗莱明·弗洛里以及制药公司的代表组成。6月29日，弗洛里带着4000万单位的青霉素储备被派往打得正酣的北非。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弗洛里和一同随行的凯恩斯治疗了100多个病例，撰写了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报告。在这里，弗洛里向军队的医务人员进行了青霉素的培训。弗洛里认为，许多感染源来自医院而非战场。他的主张和青霉素的特性改变了治疗病人的方式。此前，士兵在战场上被炮弹破片划伤后，一般会保持窗口的开放，以降低引发器械坏疽的可能。但是弗洛里却坚持对伤口进行及时的清洗和封闭，再用青霉素进行治疗。弗洛里的建议得到了采纳。战争办公室在皇家赫伯特医院为病理学家和临床医生开设培训课程，来普及青霉素的应用。二战结束，青霉素的主要生产部门和渠道一直都掌握在同盟国手中。在1942年，德国开始青霉素的研究工作。到了1944年的10月，也就是盟军攻克诺曼底4个月后，纳粹才开始向军队供应注射用青霉素，但数量非常有限。给大家一个关于希特勒的小秘密：2000年前后，英国科学家通过一项最新研究，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1944年7月，一个反希特勒的军官组织企图暗杀希特勒。该组织的领导人物斯陶芬别格在希特勒东部战场的司令部囊窟会议室中，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皮包放在会议桌下。等到会议进行一半时，炸弹被成功引爆，希特勒身受重伤，昏迷不醒。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都认为，希特勒是因为使用了德国或捷克制造的青霉素进行了紧急抢救而幸存。而英国微生物学家韦恩莱特博士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认为希特勒当时所使用的灵丹妙药并非是德国或捷克生产制造的青霉素，而是来自与同国研制的高级货。在那项研究中，一个模糊的青霉素出口路径图显示，希特勒使用的高级青霉素来自于西班牙和阿根廷之类的中立国家，而当时的美国青霉素制药商的确会向一些中立高价售卖，因此大概率会有一小部分高级青霉素从这些国家流落到纳粹医生的手中，其中包括希特勒的私人医生。那一现象虽然几乎可以肯定，但至今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青霉素的开启了抗生素的黄金时代，人口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死亡率转变的重大拐点。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创造了现代医学奇迹的奇迹，也改变了医生这个职业。当然，更重要是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人类第一次可以治愈由细菌感染的疾病，平均寿命大幅提高。仅以美国为例，从1938年到1956年，儿童疾病的死亡率下降至 90%， 外靠平均寿命增加了10年以上。每次提到二战，我们会立即想到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太平洋上的美日海战，以及结束掉一切的原子弹。1945年，原子弹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试弹，让大家记住了奥本海默的名字。艾瑞奥德·海默。火力军最大的感触是，暖羽毛或许真的在一念之间。仅从表面来看，人类发明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在毁灭一部分人类的同时，却是为另一部分人类带来了和平，但无可避免的也会衍生杀戮。因此，奥本海默才会在原子弹爆炸之后，
一直饱受天使或恶魔的属性争议。然而，今天节目中提到的3位科学家以及参与这项研究的众多科学家，和奥本海默一样，他们在2战期间的发现和研究，帮助盟军不断扩大优势。就算没有奥本海默的原子弹，1945年也能结束战争。只不过和奥本海默的发明截然不同的是，以上科学家们的成就至今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人类天使汉。他们的成就也被称为2战最伟大的发明。